后来风声渐渐变乱，热情慢慢被时间冷淡，话到嘴边只剩轻叹。这什么破歌，都多少年了，老掉牙了，还在这唱呢。哎，那孙子别唱了，你唱了什么东西？该去搬砖就搬砖去吧。承诺终究沦为空话，转身就把故事斩断。你聋了吧？给我滚下来！现在流行的都是摇滚，是 rapper， 懂吗？土鳖！大哥，我也就混口饭吃，您看让我唱完好吧？给你脸了是吧？我让你唱！滚！再唱一句，老子弄死你！小婉，夏冬，对不起，这是我自愿的。15年了，你还是在卖唱，这种一眼就能看到头的日子，我真的够了。小婉，我的事宁为人知，不为人见，别让它传出什么谣言出来。我的专情设定，你懂的。夏冬，你当初跪下100天求我的时候，说要给我幸福，可我想要的幸福你给不了。现在我们离婚吧。什么？你不是爱唱歌吗？你保守秘密，我可以让谦哥给你一个出道的机会。哼，离婚，出道的机会，用这种肮脏的交易换来的吗？我只觉得恶心。夏冬，你不要不识抬举，就算你说出去，也没人信你。识相点，再给你100万。我夏冬就是这辈子不出道的，也不会对你们这对狗男女妥协。你的今天都是你自己跪出来的，怪不了任何人。我自己跪出来的，自己跪出来的。夏冬，这是跪小婉家门口第99天了吧？可不是嘛，小婉可是见过大世面的，要赢小婉是你怕不住吗？赶紧一手把屎啊！这是林小婉家门口，我没死，我就是在这跪了100天向那个女人求婚。这是1993，我重生了。天道循环，报应不爽，居然让我重新回到了跪地求婚的第99天。这辈子，我夏冬不想再当狗了，我想堂堂正正的当个人。夏冬，你别起来啊！你已经跪了99天了，再跪1天就是第100天了。不能起来啊！跪100天求婚，小婉可能就会嫁给你了，你起来可就白跪了。跪够100天，呵呵，上一世我就是这么做。我的父母，我的命，都成了他的牺牲品。这是我重来一次的机会啊！这一世，我不会再为谁折了腰。小婉，这夏冬都跪了99天了，还差1天就100天了。让他继续跪，这只是我给他的一个考验而已。如果连这都坚持不下去，他凭什么娶我？对，他不过跪了100天而已，就想娶你，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看你就不应该给他这个机会。他根本配不上你。夏冬唱歌不错，我觉得他也有当明星的潜质，也许有出头的那天，给他一个机会吧。他只是跪了100天而已，却能得到你的认可，这对他来说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夏冬，你怎么起来了？马上就100天了，你一起来可就前功尽弃了。夏冬，快跪下呀！就差1天了，要是被小婉看到你偷偷起来了，不就白跪了？夏冬，你发什么疯？赶快跪下！你小婉这么好的女孩，你这种草包有机会娶到，你要感谢老天爷。连跪100天你都坚持不了，你怎么配娶小婉呢？娶她？我不允许任何人毁了我！你的今天都是你自己跪出来的，怪不了任何人。你问林小婉，她配吗？你问林小婉，她配吗？什么？夏冬居然说林小婉不配！夏冬，你疯了！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居然说小婉配不上你！夏冬，你连跪100天求婚都坚持不了吗？你这样还信誓旦旦地说给我幸福？跪，幸福，我给过，可惜你从来不在乎。夏冬，你是想用这种方法引起我的注意，让我可怜你吗？我告诉你，你用这种伎俩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你。诚意，坚持跪下，重新100天，让我看到你的诚意。诚意，林小婉，我就是跪得太久，
才把你跪得自以为是，肆意践踏我的尊严。夏冬，你真是疯了！小雅可怜你，才给了你跪100天的机会，你现在还反咬一口。现在就算你还想跪，也晚了。跪，我跪天跪地跪父母，绝对不能再跪他妈的爱情。小婉，他真走了，他居然敢说让你有一天会跪10倍还他。夏冬，你混蛋！我林小婉就是死都不会跪求你一下。今天你只要敢走，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理你，你别后悔。告诉你，我已经认识了当红小明星歌手吴谦。原来你这个时候就和他好上了。现在是90年代，我熟知的那些金曲、音乐、电影还都没影呢。那这辈子我就站在娱乐圈的巅峰，把你的骄傲全部碾碎。夏冬，你知道《全民好声音》吗？吴谦就是那儿的评委，只有我才能求他给你出道的机会。全民好声音，李氏集团主办，冠军奖金10万，还有一个出道的机会。吴谦就是在这里当评委，又在李老的寿诞上献歌一首，得到青睐，一飞冲天，成为天王。夏冬，你只是嗓音不错，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全民好声音，好，我就从那里开始出道，让你和吴谦体验到什么才叫后悔、绝望。夏冬，你猖狂！你敢去参加全民好声音？好，我就去现场看你怎么被淘汰的。你好，我要报名参赛全民好声音。你不会真的以为全民好声音真的是全民都能参与吧？不是吗？我听说冠军就能拿到10万奖金，以及一次出道的机会，签约大娱乐公司。你还真是掉钱眼里了。你懂什么是音乐吗？还想拿冠军？看你家庭也就一般，赶紧回家搬砖去吧，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让他报名，让他去。小婉，这就是你说的夏冬？没错，他就是夏冬。说起来可笑，他说要跪在我家门前100天，表示他的诚意来向我求婚。可是第99天坚持不住了，要来这儿当大明星呢。当大明星，夏冬，并不是会唱歌就能当歌手，并不是嗓音好就能当明星，还要有资源有背景。这种比赛，你还真以为你有点天赋就能赢？乖乖完成你下跪100天的承诺，我看在小婉的面子上，给你个机会。小婉，你们暗地里早就在一起了是吗？明星恋情不能曝光，或者说他就无法给你一个阳光下的身份。我就是你们的挡箭牌，备胎，对吗？我没有，你别胡说。你不愿意浪子回头求我，那就别怪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谦哥，我们走吧。当明星，我看你在赛场上是怎么被打回原形的。浪子回头，可是浪子的头都浪掉了，还怎么回？大家好，我叫夏冬，我演唱的歌曲叫《长大成人》。长大成人，这是什么歌？我怎么从来没听过？长大成人，这是什么歌？我怎么从来没听过？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这首歌，它是我的原创。什么原创？你开玩笑吧？你认识五线谱吗？还原创？别丢人了！自大、自负、自以为是。夏冬，我认识了10年，都不知道你会原创。这个舞台不允许唱原创吗？允许，不过这是全民参与的节目，翻唱才是主流。不是资深专业的音乐制作人，很难做出原创的。能说下你原创的是什么样的歌曲吗？我曾经有过一段感情，我一直以为他是我的白月光，真诚纯真。可是有一天，我发现了他不为人知的一面。那一天，我才知道我曾经有多幼稚。那一天我长大了，所以我写了这首《长大成人》。长大成人，原创，好，我出道这么久，也算是小有名气，都不敢说自己能写原创。你唱，我看你创的是个什么玩意儿？长大成人，不为人知的一面，是说我吗？不可能，我也就是和吴谦有点暧昧，并没有答应他。夏冬怎么察觉到了？我看你究竟唱的什么？单车碾过旧巷，停在报刊亭旁，翻遍星座专栏，找你相配的那行。那天我故意把时针拨慢半拍，送你回家的路绕了一圈又长。什么烂词儿，直白浅薄，一点意思都没有。这都是夏冬对我做过的事情，他还自以为得意，这就是爱情，自我感动。
这难道不是爱情最初最纯真美好的样子吗？这些我也有过。岁月是个莽撞的贼，偷走了少年的纯粹。那些没来得及奔赴的山海，都陈进酒杯，被一口饮尽成灰。好词啊！后来他靠在陌生的肩膀，对身边的人说着谎。后来他靠在陌生的肩膀，对身边的人说着谎。夏冬是在暗指我吗？是在羞辱我吗？偶尔酒后谈起过往，笑着挥手说，谁的青春没错遇过白月光。绝了，这词这曲绝了啊！谁的青春没错遇过白月光？我们眼里的星光慢慢被世俗遮挡，笑容藏着伪装，难道长大就只能这样？那颗像爱情的心啊，被现实埋葬，从前的美好变成一场谎。这就是长大成人，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好歌好曲啊，没想到居然能在全民音乐一群普通人里听到这么好的歌曲，不虚此行，不虚此行啊！金曲品质，词曲绝佳，这小伙子凭借这首歌出道都可以了。不会的，不会的，夏冬怎么会写出这么好的词，做出这么好的曲来？他不是一无是处吗？这首歌怎么可能是这个土标写出来的？怎么可能啊！他靠在陌生的肩膀。够了，夏冬，我对你这首歌的评价只有3个字：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写的简直是狗屁不通。吴谦，就算你是当红歌星，也不能睁眼说瞎话。这首《长大成人》感人肺腑，用情至深，怎么就让你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了？就是吴谦，你不会是因为刚刚质疑夏冬，结果被打脸，所以如坐针毡了吧？够了！你们2个早就过气的歌手懂什么？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是摇滚，喜欢的是 freestyle， 像这种老掉牙的情歌早就没人听了，你们懂吗？你什么回忆啊，白月光啊，还相信爱情的心啊？你以为你谁啊，夏冬？就你写这歌，放出去根本没人听。各位，我就是夏冬口中的白月光，他这首歌是在污蔑我，什么和陌生人同床枕边人说谎，根本是无稽之谈。夏冬，我不知道你怎么得来的这首歌，也不管你是想要获得我的好感，还是污蔑我，但是我告诉你，你打错算盘了，我根本不会为你所动，你就像个小丑。没错，这10年我在你眼里的确像个小丑，但是今天之后我不想继续扮演小丑了。此后我们一别两宽，各自安好。之前就当是我瞎了眼。你夏冬，就算你说的天花乱坠，你这首歌还是得不到我的认可。想拿到3票出道，下辈子我的歌要的是听众的认可，你的认可一文不值。同样，我出道的路，你挡得了1次，挡不了每一次。你没错，吴谦，不能因为你个人的偏见就埋没了人才。我给夏冬的这首《长大成人》满分，满分。夏冬的嗓音、天赋、唱功、创作是目前所有选手里最好的，我觉得他就是全民好声音的冠军。满分。夏冬的嗓音、天赋、唱功、创作是目前所有选手里最好的，我觉得他就是全民好声音的冠军。冠军和创作有什么关系？盗民王妃，你们这是跟我作对，过不去。吴谦，嫉妒使人面目全非，你现在气急败坏的样子，真挺可笑的。够了，夏冬，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只有有粉丝的认可，你才能火。看好了，这些可都是我的粉丝。我来夏冬的语气，你们说夏冬唱的是不是垃圾？对，谦哥哥说的都是对的，我爱谦哥哥。这个夏冬唱的是垃圾，可是我觉得长大成人确实很好听啊，我都想学了。吴谦虽然出了歌，但是根本听不下去。没错，我也觉得夏冬的歌好听。我喜欢长大成人。你们这群辣灰听众全都没有欣赏水平。吴谦，吴老师，我请你来是当评委，不是骂我们的衣食父母的。他们没有欣赏水平，那我呢？李总，您当然有欣赏水平。我觉得长大成人歌词感人，情真意切，称得上是本次全民好声音的最佳歌曲。李总，我觉得夏冬的歌曲有问题。我认识了他10年，他是什么样的人，会不会写歌，我一清二楚。他根本没有这样的实力写出这样的歌曲来。我觉得他是抄袭的。夏冬，你敢发毒誓这是你写的歌吗？夏冬，你敢发毒誓这是你写的歌吗？你认识了我10年，
你只是把我当成一条你可以呼来唤去的狗罢了。你真正的了解过我吗？你关心过我一次吗？哪怕是最简单的一句问候。你让我发毒誓证明我自己，那你又能发毒誓来证明这不是我写的歌吗？你夏冬，你太让我失望了！靠抄袭蒙骗是走不远的，你早晚会被打回原形的。没错，全民好声音难道要选一个人品卑劣的抄袭者当冠军吗？还要送他出道，这将来难道不是娱乐圈的笑柄？夏先生，你遭受到了导师的质疑，但是全民好声音选的是有唱歌天赋的冠军，你可以选择不予理会。10万冠军奖励我们会如数发放，但是歌曲存在争议，出道的机会就……什么？要给这个片子10万冠军奖金？叶总既然如此决定，那这全民好声音我不干了。夏冬，我说了，靠抄袭走不远。就算你拿了这10万块钱，依旧改变不了你的命运。你没资本，没背景，什么都没有。现在你彻底得罪了当红歌手吴谦，出道，哼，不可能。改变不了命运。当我重生回来的那一刻，命运的齿轮就已经开始转动。吴谦是当红歌手，背后资本雄厚，得罪他，你以后的确在歌坛很难发展。长大成人，歌词情深，感情质朴，没有真实的情感，没有20年的阅历，不能洗尽年华，是写不出如此情深意切的歌曲的。夏冬先生年纪轻轻，相比这首歌，也是哪位歌坛前辈送给你的吧？原来如此，我就说夏冬这么年轻，怎么可能写出这么深情的歌？夏冬兄弟，原创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既然这首歌是别人赠予你的，但你也要知恩图报，怎么能据为己有，说自己是原创呢？得罪吴谦也没什么，既然李总和2位导师也质疑我，那我就现场创作一首歌曲来证明自己吧。得罪吴谦也没什么，既然李总和2位导师也质疑我，那我就现场创作一首歌曲来证明自己吧。现场创作？夏先生，你确定没有开玩笑？夏冬先生，你是说你能现场创作一首不弱于长大成人的歌？不错，既然一首歌无法证明我的能力，那我就再现场创作一首。夏冬，你真的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你知道一首原创金曲有多难？当今歌坛的金牌制作人都不敢说能现场创作金曲，你太狂傲自大了。王老师，我不但要现场创作，题材、名字还都可以任由你们指定，7步之内必出金曲。题材、名字任由我们指定，7步之内必出金曲。夏冬，我真是看错你。放眼当今娱乐界，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说，作曲大师都不敢这么开口。我敢，7步之内做不出金曲，我夏冬想金不要，退出全民好声音的舞台，这辈子不再开口唱一句。好，好，好，年轻人真是年轻气盛啊！刀老师，不年轻气盛还叫年轻人吗？出题吧，各位老师，7步成金曲。好，夏冬，你要是7步能创作出金曲来，我就送你一场大机缘，可以让你直接在歌坛起飞，无所阻挡的机缘。好，我不出题，省得有人质疑黑幕和公平。现场的观众，你们来出，你们最想听什么歌曲？夏冬，你不是说你爱了那个女人10年才写出的长大成人吗？那你能不能用10年来写一首歌？对，就写1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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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好，就写10年，7步成歌。好，就写10年，7步成歌。1步，2步。他不会真的能在7步之内写出一首金曲来吧？7步，现场创作金曲，现场命题，不可能。他很可能要惨败收场。吴启胜不叫年轻人，我觉得他有几分把握。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过去的影子。3步，4步，4步，6步。他怎么停下了？不会是想拖延时间吧？我就说不可能有人在7步之内写出一首金曲来，那需要词曲绝佳。也许他会胡编乱造一首。若那年晚风没吹透，我不会懂，执念多浑浊，该怎么开口？话到嘴边又停留。这首曲他真的写出来了，7步之内写出来了一首歌。若时光能慢些游走，我们会不会只写回忆和愧疚？这词绝了！虽然没有听到副歌，但是这首歌我认为一定能达到金曲品质，就是还没有点到10年的主题。10年之前我们手牵手，心事都藏在眼眸；10年之后我们在人海里碰头，只剩一句轻轻问候，再也没有并肩的理由，爱恨最后难留。金曲品质，7步成金曲，他竟然真的做到了，真的做到了！
过往既然无法挽留，何不在转身的时候笑着挥手，藏好温柔。笑着挥手，藏好温柔，七步成歌，七步金曲，这首10年注定要燃爆整个乐坛啊！不敢置信，无法置信，真的有人能7步之内写出了一首金曲来。10年之后，我们手牵手，只剩一句轻轻问候，再没有最后的理由，只剩温柔。才知道和你哥的眼泪，不是为遗憾而流，是为过往。爱恨最后难留，只剩温柔。金曲7步成歌，夏冬，你做到了全民好声音的冠军，你实至名归。夏冬先生，我为刚才的质疑向你道歉。李总，客气了。夏冬，10年这首歌金曲品质实至名归。但是里面有个问题我不太明白，王老师，您说。歌词里说，若那年晚风没吹透，究竟这晚风背后藏着的是哪段过往？是分手时的不舍吗？不会这么浅浅。10年的感情沉淀的都是过往，我觉得应该是初见吧。我觉得是分手，初见怎么会让人执念厚重呢？我觉得是初见。夏冬，你是原创，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分手代表的不舍，再见是放下执着。我觉得是你好。分手若干年之后再次相见的2个人，如同陌生人一样说出一句你好，放不下的那个人的心必定是颤抖的。原来是你好。爱情就像是拉着橡皮筋的2个人，受伤的始终是最不愿先放手的那一个。夏冬，你用你的才华征服了我。后天是我爷爷的寿宴，我邀请你来参加，那里会有让你一飞冲天的机会。李老的寿诞，夏冬，李老身份尊贵，各行各业的大佬都会在那里云集，你可要把握住啊！谢谢李总。上一世吴谦靠在李老寿宴上一飞冲天，这次我不但要阻止他，还要借势龙腾九霄。而且李老的慈善拍卖会可是有不少大捞，这也是我发财的机会。李老爷的寿宴果然气势辉煌。夏冬，没想到打扮一下还真是人模人样啊。晴儿，这就是给你那闺蜜跪了99天的夏冬。李老的宴会来的都是江城名流，你一个土狗过来干嘛？还不赶快滚出去！周少，你不知道，这夏冬参加了全民好声音，靠一首抄袭的歌曲得了冠军，这次估计也是混进来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傍上个富婆。你俩是狗吗？李总亲自相邀我来为李老祝寿，这里的主人都没说话，你们在这狂叫什么？祝寿？你也配？夏冬，别以为靠抄袭当了个什么狗屁冠军就土鸡变凤凰，这江城大着呢，你连个屁都不算。没错，小婉给过你机会，可惜你不知道珍惜。现在小婉和谦哥哥发生过关系了，稍后会与吴谦一起登台献唱，全场瞩目。而你终究是一个草包，只能沦为笑柄。吴谦，一个口水歌手而已。李老贵为江城第一花旦，不过碍于情面请他来暖场而已，还想全场瞩目，喧宾夺主，怕只是跳梁小丑，博人一笑罢了。口水歌手，夏冬，你一个靠抄袭上位的土狗，口气够大呀！现在给我跪下道歉，滚出去，要不然嘴给你撕烂！吴倩，夏先生是我请来的贵客，让他滚出去，你还不够格。李总，我看在李老的面子上才过来献唱，你为了这个草包得罪我，后果你承受不起。承担不起。没错，李总，我特意原创了一首《小碗寿面》为李老祝寿。现在看来，你们李家没这个福分了。小碗寿面，吴谦说你是口水歌手，你还不服气？就这种口水歌也好意思拿出来献丑，不嫌丢脸？夏冬，你懂什么是原创吗？一个靠抄袭成名的土狗，还敢侮辱谦哥哥，我看你就是个疯子。就他也配？夏冬，别说了，吴谦毕竟是现在当黄顶流，要是得罪了他，你日子也不好过。夏冬，听见了吗？赶紧给我磕头认错，要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原创顶流，吴谦不过空有其表罢了。我今天随便写一首歌，便可将其碾压。夏冬，今天是我爷爷的寿宴，还是以喜庆为主。你的那些情歌太过伤感，怕是不合适。李小姐，您不用为他担心，他那首什么狗屁成人，只是他抄的罢了。就他还想现场写歌，做梦去吧。夏冬，别装了，真想靠一首抄袭的歌过一辈子啊？你就是个农村出来的土狗，认清自己的地位吧。农村出来的人能写出什么好歌？
哼，谁说农村出来的就写不了歌？我们农村人比你更知道生活艰难，比你更知道感恩，比你更知道像李老这种国之大者的不易和辛苦。吴谦，做人你不如我，写歌我更胜你10倍。夏冬，你也配和我相提并论？好，李总，你放纵这种小人过来侮辱我，今天这事没完。夏冬，你太冲动了，快给吴参道歉。道歉？道歉有屁用！李星辰，本来我给你李家面子，只要你50万的出场费，现在改了200万，不，500万，不给500万，今天我吴倩拒绝上台。吴谦，你也是当红明星，坐地起价耍大牌不合适吧？我就耍大牌，怎么了？有多少人请我去耍大牌呢？李星辰，我现在还能对你提要求，你应该感恩戴德的赶紧答应。李老寿宴马上就要开始了，难道你真要靠这个信口雌核的小子来给你撑场面吗？李总，我夏冬说到做到，吴谦之流难登大雅之堂。我为李老专门创作了一首原创歌曲，只此一首便可碾压这娱乐圈的天。还碾压娱乐圈的天？夏冬，我看你是真疯了。李老虽在梨园，却有报国之志。东倭入侵之时，蓄须明志，不与东倭妥协，火烧西楼，半生家产，与数百东倭同归于尽。如此国之大者，乃我龙国脊梁。我夏冬为李老贺寿，奉上赤灵一曲，尽无数先烈，乃我龙国脊梁。什么赤灵，什么东倭，都什么年代了？我们喜欢的是新潮，喜欢的谦哥哥这种大明星，你啊，早过时了。国潮家恨岂能忘，前辈先贤岂能忘？叶晴，好日子过久了，忘了祖辈怎么过来的吧？你夏冬，别光耍嘴皮子。我不管你什么赤灵白灵，今天这是李老的寿宴，你张张嘴就想替下我吴参，怕是没那么容易吧？吴谦，你什么意思？李总，别说我不给你面子，这小子獐头鼠目，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我是怕你吃了亏，错信奸人。正好李老寿宴还有几分钟，我就给这小子一个机会，他但凡能唱出来，我吴菜给他磕头道歉。可要是唱不出来，要是唱不出来，他就要给谦哥磕头道歉，还要给10万的精神损失费。10万？没错，给我10万，我会照旧演唱，为李老爷奉上小碗寿面，祝老爷子寿比南山。怎么，夏冬，玩真的就不敢了？刚刚不是挺能说吗？我果然没看错，你就是个中看不住用的绣花针头。星辰，你还留着这废物干嘛？赶紧让他滚出李老的寿宴，别脏了大家的眼。夏冬，这次是我考虑不周，害得你这样。要不你先……李总，一人做事一人当。吴谦，下跪磕头。你说的，这赌约我接了。夏冬，你还真敢接谦哥哥的赌约？我家谦哥哥可是在加州留学回来，练习了2年半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一首歌碾压他，你也配？喝了点阳谋水就忘了自己祖宗了。记住，李老是梨园大家，听的是国粹。我这赤灵为李老而做，这吴谦一辈子也写不出来。哼，猪鼻子插大葱，你装什么像？我就不信你个草包能唱出来，还什么国粹？谦哥哥的歌我们就是喜欢。鲜一样，一枚清扬。水袖锣鼓，这真是为我爷爷而做的歌，还这么好听。这词，这曲，金曲品质。李老的寿宴竟然还有如此人物。娜姐，快来李老寿宴！我发现了一首原创金曲和一个神仙嗓音。怎么会？这种歌这种曲，这是龙国国家级歌手才能唱出来的。这夏冬到底是什么人？夏冬有这样的才华，竟然还瞒着我。果然你们男人都喜欢藏着掖着，根本没有真心。什么玩意儿？我看他就是瞎唱。任看山河起风波，身微微改赤子色，
总是无人识我。好一个身微未改赤子色啊！我梨园子弟从来都被人看不起，被人污作下九流。可我梨园子弟也有血有肉有骨气，也有忧国之心呐！李老，爷爷，你来了。星辰，有心了，听此一曲，我此生无憾呐。这词，这曲，唱尽了我梨园子弟的辛酸啊！台前人声喧，难掩旧尘烟。台上人低吟，半生受清欢。目其人未远，心未变。唱尽了梨园子弟的辛酸，李老竟然有如此高的评价。不算高，我蔡小坤做了这么多年音乐，第一次听到这种曲风，若是加以包装，一定是天王级别的人物啊！小伙子唱得好啊！没想到你还会写歌，这首《赤灵》绝对是金曲品质啊！没错，李老为躬耕梨园多年，于东耶刀枪之下守节不移，这歌就是为李老量身打做的呀！星辰，这位难道就是你请来的大歌星吴缺？李老，您认错人了，我才是吴谦。那这位是？李老，我叫夏冬，久闻李老大名，今天冒昧打扰了。你就是夏冬啊！我听星辰提过，果然一表人才。年纪轻轻，不仅有慧眼识珠的本事，还能写出如此家国情怀的歌，未来必成大器。怪不得星辰对你赞不绝口。爷爷哪儿有？我只是运气好罢了。这首《赤灵》也是根据老爷子气节而作，您才是这首歌的作者。好，老夫唱了一辈子戏，没想到还能做歌。李老，我也为您做了首《小碗寿面》，这就给您唱。不必了，今日有此一首《赤郎》，已是尽兴。吴村小友歇歇吧。这小碗寿面也是谦哥哥辛辛苦苦创作的，李老未免有些不近人情了吧？就是，这夏冬有什么本事能顶替谦哥哥的位置？我就觉得这赤灵不好听，我支持谦哥哥。蛟龙，其语鱼虾戏，燕雀安知鸿鹄声。这赤灵意境高远，曲风独特，确实不是你们这种脑残粉能欣赏的。你谁呀？还敢骂我？你知道我们谦哥哥多努力吗？夏先生，我是全民音乐制作人蔡小坤，出道吧，和我们滚碟合作。就凭你这首《赤灵》和你的唱功，我保证最多3年，不2年，你就是火遍整个龙国的巨星。滚碟音乐的制作人，不可能！我托了多少关系，想签约滚碟都没成功，这小子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被滚碟看中？吴谦先生，你的歌曲我们董事会评定过，华而不实，情感虚浮，确实达不到我们的签约标准。我可是当红歌星，能给滚碟带过去多少流量？怎么签我？我看你就是个托。说吧，夏冬出了多少钱，请你过来给他捧臭脚的？你，吴谦，这个世界上不是流量为王，滚碟坚持的是对原创歌曲品质的追求。你自以为有了粉丝追捧，就能为所欲为，那就打错算盘了。你们2个一唱一和的，还说不是一伙的。滚碟要是真的这么有眼无珠，不签吴谦，那离倒闭也不远了。让我滚碟倒闭，好大的口气！滚碟执行总裁欧阳娜，娜姐，还好您来得及时。这小子不知道从哪儿请了个演员，假冒你们滚碟的音乐制作人，坏你们滚碟的名声，还得您来拆穿他们。就是，他们还污蔑说谦哥哥的歌华而不实，情感虚浮。他们说错了吗？娜姐，不管如何，他们敢冒充你们滚碟的人，就是诈骗。我这就找人把他们打出去。谁说是冒充的？小坤，你说的天王巨星级别的人物吗？没错，娜姐，
夏先生刚刚演唱的《赤灵》绝对是金曲品质，闻者落泪啊！没错，我爷爷刚刚也夸夏冬的《赤灵》唱尽了梨园子弟的辛酸。刚才我在外面也听到了夏先生的演唱。夏先生，我代表滚碟出2000万的签约，真诚的邀请你签约。凭借你的才华，绝对能成为天王巨星。2000万，滚碟竟然愿意2000万签他，都不签我！太好了，夏冬，滚碟可是龙国一流的经纪公司，等你成为天王巨星，一定记得给我签名啊！以夏小友的才华，整个龙国怕也只有滚碟能和你合作了。今天我的寿宴竟然出了一个未来的天王巨星，可喜可贺啊！1000万合约，天王巨星。不好意思，天王巨星，我没兴趣。没兴趣？什么意思？夏冬，你要拒绝滚碟娱乐的签约？夏冬，滚碟可是龙国最顶尖的娱乐公司，现在龙国的音乐4大天都在他们旗下。你想要成名的话，滚碟绝对是最佳选择。没错，夏先生，凭借你的条件，我们滚碟一定把你打造成龙国的第5大天王。第5大天王，那可是和刘天王、郭天王并肩的存在啊！夏先生，你好好考虑一下。不好意思，欧阳总裁，我对成为巨星不感兴趣。不过我对于打造巨星、成为资本很有兴趣。打造巨星？夏冬，你疯了吧？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偷来的一首什么赤灵，可只凭这一首歌你就想成为资本？你做梦！没错，夏冬先生，像您这样有才华的歌手，我们滚碟还需要2年的时间为您量身打造金曲，加上许多运作才能成名。单凭一首歌就想成为资本，太难了。夏冬，你果然就是个只知道得寸进尺的土狗，唱了一首歌就想成为资本，真是可笑。谁说我就只有一首歌？欧阳总裁，如果我说我还能写10首、100首，不知道是不是有成为资本的资格？夏冬，你搞笑呢？还10首、100首？你以为原创是割韭菜吗？哪有那么容易？夏先生，写歌不难，难的是金曲。如果您说的10首、100首只是和吴谦一样的口水歌，那很遗憾，看来我们没有合作的机会了。欧阳总裁放心，我的歌绝对不会和吴谦的一样矫揉造作。我的歌唱的是龙国的铮铮骨气，唱的是龙国男儿的阳刚之气，品质绝对不低于赤灵。夏先生，如果你真的有像赤灵这样金曲品质的歌曲，别说100首、50首，我代表滚碟承诺，出让20%的股份给你。好，准备纸笔吧。夏先生是信不过我，想要立字据吗？不，我要现场给你写100首金曲。现场写歌还是100首金曲？夏先生，你认真的？夏先生，我认可你的能力，可你也不能如此轻视音乐创作。100首金曲的创作，即使是禁韵歌坛多年的词曲作者，也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你把我的重视当作消遣的工具，那我看我们也不必合作了。没错，夏冬，你就是个土包子，了解音乐创作吗？还现场写100首金曲，牛皮都被你吹上天了。欧阳总裁不必生气，夏冬毕竟还年轻，难免年少气盛。夏冬，赶快给欧阳总裁道歉，即便谈不成合作，也不能留个夸大其词、哗众取宠的印象啊！哗众取宠，这不就是夏冬喜欢做的吗？不过这次装过头了，被打脸了吧？娜姐可不吃你这套。李老，看来这次是我看走眼了，告辞了。狼烟起，江山北望，铁骑纵横尘飞扬，龙旗卷，马长嘶，剑气如霜。雄浑大气，剑气如霜，这才是男人该听的歌啊！夏冬真的这么有才华，张口就是金曲品质。干一生死护山河，强人叹，无言说，泪滂沱。河西百死报家国，河西百死啊！我龙国男儿但凭此字，才有今日之龙国啊！这首歌真的不一样，我怎么感觉好有男人味？夏冬，这个废物，怎么可能？快记啊！龙国有多久没出过这种充满阳刚之气的歌了？这才是金曲啊！赤手将屠宰脱霜，喂喂喂，华夏四方皆来朝来贺。好啊！守土开疆，四方来贺，这才是我龙国男儿该有的气量。金曲品质，绝对是金曲品质。龙国乐坛已经很久没有如此阳刚的歌曲能达到金曲品质了。夏先生，我为我刚刚的冲动道歉。夏冬初来乍到，欧阳总裁谨慎一些也是没错的。接下来的歌还请欧阳总裁评评。还有，朝阳破晓万丈光芒，
江河奔泻浩浩荡荡，神龙腾腾一起飞扬，猛虎啸江群兽惊慌。先生曲风独特，意境悠远，真是让人吃惊啊！潜龙腾渊，鳞爪飞扬，这词写得太好了。夏冬怎么可能这么有才华？这个一定是他找人写的。对，他就是想让我崇拜他，去跪下求他，偏不。少年当胆，少年强，天康家国立脊梁，干叫日月换新章。好词，好曲，娜姐，这样的人才，我们滚蝶一定要签下来呀！旭阳生于东方，齐天屠妖金马。戏腔，充满国风的戏腔，经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啊！大才啊！没想到夏小友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多的佳作，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是啊，龙国歌手多如牛毛，有的一辈子也没有一首代表作，夏冬张口就是金曲，太不可思议了。星辰，老实说，你是不是看上夏冬了？爷爷，你说什么呢？夏冬年纪轻轻就有断物食人的本事，还这么有才华，哪个女孩子不喜欢啊？星辰，勇敢点儿。山河万里一种魂，千年不灭的信仰。欧阳总裁，这几首歌怎么样？夏先生，你这几首歌都是金曲品质，但要想成为资本，怕是更难了。更难了！欧阳总裁，这是什么意思？夏冬创作了这么多金曲，还不能证明他的才华吗？夏先生的才华是毋庸置疑，可正是如此，才能难成为资本。欧阳总裁，你的意思是？夏先生，您刚刚这几首歌对技法和唱腔的要求太高了，除了您亲自演唱，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有谁能唱出这种效果。所以，您必须站在台前，而不能成为幕后的资本。这倒是忘了，这几首歌的歌手现在还是草根呢。欧阳总裁，如果我能帮你找到更适合演唱这些歌曲的人，不知道能不能和滚蝶合作？当然可以。不过这也需要时间。没事，只要欧阳总裁答应了，我们就慢慢来。再说，我写的歌可不只有这些。夏冬，你什么意思？难道你还有藏私，隐瞒着大家？林小媛，这歌是我写的，藏不藏关你屁事，轮得到你来说？我是替大家问的。夏先生，难道你还能写歌？当然能，而且不是为我自己写的，是为你们滚蝶的四大天王写的。为四大天王写歌，夏冬，我看你是疯了。四大天王曲风各不相同，你怎么写？你慢慢熟悉，心绪渐渐难平。金曲，绝对是金曲品质啊！而且这种感觉和刘天王的感觉也太搭了。夏冬，他真的能为四大天王写歌。男人流泪不是罪，给自己一个栖息的机会。金曲，又是金曲，还为刘天王打造的金曲。愛會上頭猛獸，獠牙藏溫柔。若你輕易求，跟他便會撕碎所有。粵語，夏冬還會粵語，這曲風簡直是為張天王量身定制的，絕對的金曲品質。誰在垂雨的聽一相信話語，流年在世界斑駁，夢回舊故里。周天王，这是为周天王写的歌。夏冬真的能为天王级巨星写歌？金曲，又是金曲！我们滚蝶花了10年才为四大天王每人定制了一首金曲，夏冬这么短的时间竟然写了这么多。娜姐，夏冬从刚刚到现在已经出了近100首歌了，而且每首都是金曲品质。近100首，这么快？你看，练习金曲，男人哭吧不是罪金曲，饿狼传说金曲，东风破，烟花易冷都是金曲，难以置信，世界上还有夏先生这样才华横溢的人，金直张口就来，而且每首曲风都不相同，怕是整个龙国也只有你能做到了。欧阳总裁谬赞了，我只是运气比较好罢了。后世的金曲我随便拿出一首也能碾压无心之流，龙国这乐坛该变变天了。夏先生，凭借您的才华，只要您加入滚蝶，我愿意拿出滚蝶20%的股份作为报酬。20%？滚蝶市值1000亿，这20%就是200个亿。而且还是顶级娱乐公司的股东，夏冬要翻天了。等等，夏冬，如果你要成为歌手，加入滚蝶确实是最好的选择。可是要是想当资本，为什么不考虑我们李家呢？李小姐什么意思？我们李家愿意投资1000亿，和夏先生合作打造一家娱乐公司，
夏先生占股51%。我相信夏先生的创作只是开始，他的才华绝不止200亿、1000亿。51%的股份，那不是说夏冬就是公司的大老板？星辰，你捣什么乱？你们李家一直涉及的都是实业，什么时候跟娱乐圈还沾上边了？我看你就是想跟娜姐抢人吧？欧阳总裁不要误会，李家只是想试一下新的发展领域。这2年实业发展不景气，星辰也是没有办法。李总，娱乐圈的水很深，如果你没有十足的准备，怕是会血本无归啊。夏先生，我确实欣赏您的才华，我们滚蝶拥有成熟的运营体系，您在这里绝对能有最好的发挥空间。另外，我愿意股份增加到30%，希望你认真考虑。李家主攻实业，如果贸然涉足娱乐圈，不仅要面临各方打压，还会错过未来房地产的风口。我不能让李总陷入两难。李总，对不起，我觉得我的歌还是交给滚蝶运作比较合适。好吧。太好了，夏先生，我现在就回去准备签约协议，并且召开发布会，宣布您加入滚蝶的消息。入股娱乐圈只是我的第一步，不签，这辈子你都出不了头了。星辰，看到了吧？你想给夏冬倒贴，人家还不要呢。日久见人心，他就是个白眼狼。周少不必落井下石，人各有志，滚蝶确实更适合夏冬的发展。我李星辰也绝不是心胸狭隘之人，你的小伎俩还是自己留着吧。李总，虽然我不能加入您的娱乐公司，但是我们可以有别的合作方式。别的合作方式？没错，我想和您一起投资公司，不知道李总有没有兴趣？李老，拍卖会准备好了。星辰、夏小友，生意上的事儿你们回头再聊。老夫这寿宴的慈善拍卖会已经准备好了，咱们先入座吧。好嘞，全听李老安排。今天各位来为老夫祝寿，老夫多谢了。为给各位助兴，老夫特意让人搜寻了一些宝贝，供大家鉴赏拍卖。话不多说，咱们开始。第一件拍品，豹回？怎么会是豹纹呢？李家的拍卖会一剑惊现定海神生，可这怎么是个豹纹呢？难道重生改写了历史？什么碧玉？我看就是个破雕像罢了。你看这做工粗糙，龟不像龟，龙不像龙。你们拍卖行不会是找不到好物件，找个破烂来蒙事儿吧？就是，还镇水碧鱼根本没听说过。这雕像龙头龟身，我看就是个四不像。闭嘴！没文化就多读书。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这鲍鱼乃是龙六子。传说大禹治水时为大禹坐骑，帮助大禹平定水患，乃是瑞兽。没错，明成祖时期江南水患严重，成祖为平水患，命能工巧匠造此碧修供奉，江南从此风调雨润，再无水涝之害。闯王李自成入京后，这碧寺便不知所踪，前段时间才被人发现。经专家验证，确为明朝永乐年间的镇水神物，起拍价500万，每次加价不少于50万。各位，老夫有幸也参与了鉴定，这鳖图确为永乐年间的物件，各位放心拍就是了。既然潘老都这么说了，550万，这鳖图我要了。不对，这鳖图一定有古怪，我要拍下来。600万，600万第一次，600万第二次。这神龟既然是瑞兽，那我可要争上一争。700万，800万，900万，这神龟币制我要定了。1000万。夏冬，你个土鳖，写了几首歌就敢跟我争？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不对呀，李老，什么不对？你是不是也觉得夏冬这小子有问题？我说的是这台上的宝贝，我怎么觉得这宝贝和我之前见过的不一样？好像少了什么东西，少东西。爷爷，我看这璧陀制作精美，细节生动，不像少东西啊。我懂了，确实少东西。这镇水碧玺是残缺的。残缺？夏冬，我看是你脑子有残缺吧？这宝贝潘老都看过啊，让大家放心拍。你是在质疑潘老的眼力吗？夏冬，你能不能不要再演戏了？你就是个草包而已，古董捡漏只是你运气好而已，在这拍卖会上还想冲大佬，不嫌丢人吗？丢人？
你们可知道这宝贝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背斗驼碑记载功绩，这么大的疏漏我竟然没注意，老夫这回可是脸丢大了。没错，这碧素缺了记载功绩的石碑，即便雕工再好，也不可称为神兽，有名无实。你们说，这碧素是不是残缺的？老夫和古玩打了半辈子交道，没想到这次见其欣喜，只看出这神龟是永乐年间的物件，却忘了这最重要的功德碑，惭愧呀！潘老，那这残缺的贝搜能卖多少钱啊？要是这东西完好无损，拍出1000万也不是难事。可若是残缺的，怕是100万都难有人要啊！100万都卖不了？你们拍卖行怎么回事？这么个破东西，低价都500万啊！谁出价都快。周少，你慌什么？我记得刚刚夏冬可是出了1000万，要抢这个残缺的贝碗呢。嘿嘿，就是多谢你夏冬，多亏你独具慧眼，当机立断，抢到了这个不可多得、残缺的宝贝啊！镇水碧鱼，这碧鱼和定海神针到底有什么联系？夏冬，古董拍卖难免有这种情况，而且这确实是永乐年间的宝贝，你也不用太自责了。是啊，夏兄弟，这次都怪我没能提早发现，还给大家打下包票，才让你吃了大亏。你这拍卖费用我出了。潘老不必如此，夏冬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东西既然是我拍下来的，费用自然算在我头上。听见没？夏冬说了，要这破的东西呢，你还不落锤，干嘛呢？镇水鲅鱼，夏冬先生出价1000万，还有人要出价吗？这残缺的东西，傻子才抢呢，赶紧落锤！恭喜夏冬先生拍得这尊镇水碧鱼。镇水，大禹坐骑，定海神针，到底有什么联系？愣什么呢？赶紧抱着你这破东西走吧，找个破河沟埋着，说不定过个几千年真能值几千万呢。河，定海神针，又叫天河定地神针帖，难道说我懂了？夏冬，你懂什么？一惊一乍的，这里是李老的寿宴，不是你家的土房，大呼小叫，成何体统？土狗就是土狗，只不过赔了2000万就精神失常了。谁说我这2000万就赔定了？夏冬，别嘴硬了，这东西是你自己说的残缺，残缺的物件能值2000万，你要是能回本，我叫你爷爷。周少，这可是你亲口说的，你们就不好奇为何这些东西没有功德碑？你们就不好奇这没有功德碑的为什么能止得住这大明朝几百年的江南水患？好奇个屁！我管他为什么没有功德碑，没有功德碑这贝壳就是残缺的，就是一文不值。哼！至于大明的水患，不过是运气好罢了，跟这残缺被曝没有1毛钱的关系。夏冬，赔了就是赔了，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我看你就是赔了钱，气昏了头，在这胡言乱语，想博小婉的关注罢了。无知，你们只知道这宝贝没有功德碑，你们却忘了，这天下有一只备受功德的通天，无碑可记。还无碑可记？夏冬，你告诉我，哪一只碑前有此公斤，连功德碑都刻不下来？有，大禹治水，为人族开万世太平，无水涝之险。大禹坐下的碧旗，助大禹移山填海，疏通河道，于人族有再造之功，此功竟无碑可载。你不会说这残缺的东西就是大禹坐下的那只吧？你这借口也太幼稚了。就算真有毕母有助大禹，那毕母也是活物，怎么会是一个雕像呢？不错，可大禹治水还有一件宝贝，此宝贝才是河水不再泛滥的关键。也只有此宝现世，才能定得住明朝100年的水患。还有一件宝贝，莫不是？没错，就是天河定底神针帖，又叫定海神针。拿锤来！夏冬，你搞什么花样？定海水针那是神话故事里的玩意儿，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贝玉镇水，金针定河，出来吧！哪来的水声这么大？怕是巨浪滔天啊！
什么？还会发光？夏冬，你搞什么鬼？刚刚哪来的水声？刚刚我好像还听到一声金鸣，然后水声就没有了。金针定河，万物归元，难道真是传说中的定海神针出现了？羽皇治水，金针定河。你们看，这是什么？定海神针。可是这定海神针怎么这么小啊？夏冬，你从哪儿搞个这破烂儿？就这小玩意儿，还没我那儿大呢。定海神针，你搞笑呢？此物虽小，却散发金光，而且雕工精美，能平滔天巨浪之音。除了定海神针，老夫实在想不出其他东西了。阿老，你可别被这小子蒙骗了，这就是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一个会发光的破铁棍。定海神针只是传说，他凭什么证明这是真的？就是夏冬，你空口白话就说这破铁棒是传说中的定海神针，我们不信。够了！你们真当老夫这四海商会的会长是摆设吗？刚刚这异象足以说明此物不凡，又怎会是一根普通的铁棍？潘老，你要是非要为这草道站台，那我也无话可说。但我绝不相信这是传说中的定海神针。你，潘老，井蛙不可言海，夏虫不可语冰，你又何必与这种没有见识的小人争论？既然他们不相信，那我就证明给他们看。夏冬，你要怎么证明？他们摆明了就是耍无赖，就算你拿出史料，他们也是死鸭子嘴硬，不会承认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李总，你莫不是忘了，这定海神针也叫如意金箍棒，可大可小，可长可短。如意金箍棒，夏冬，你脑子坏掉了吧？还可大可小，可长可短，以为自己是齐天大圣吗？我告诉你，你就是只野猴子。那你可看好了，长，真的跟传说中一样，可大可小，可长可短，这真是定海神针！怎么会？那不只是传说中的东西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是夏冬玩的把戏，这都是幻象。哼，倒。吴大歌手，现在还是幻想？不是，夏冬，快收回去！我承认这是如意金箍棒，这是真的定海神针。收。神迹啊！这真是传说中的如意金箍棍。夏兄弟，我出1个亿，你这定海神棍就让给我吧。区1个亿就想买这羽皇治水时用过的定海神针，刘司长也太小气了吧！3个亿，我四海商会需要这定海神针来定商会气运，还请夏兄弟成全。5个亿，潘振海想要夏先生成全你，也不能这么小气吧？6个亿，夏冬兄弟，还请给我个面子。哼，你的面子能值几个钱？6亿5千万，潘振海，你别为老不尊！我刘长东在江城的面子还不值5千万吗？诸位莫要生气，一个物件而已，何必伤了和气？夏兄弟，你别管，今天我非要和这老匹夫争出个长短。7个亿，7个亿，夏冬用1000万赚了7个亿。诸位给我个面子，先不要争了。哼，李老莫不是对这定海神石也感兴趣？老夫年迈，对此奇物虽然感兴趣，却也不想相争，只不过怕这几个老家伙抢出了火气，毁了我这寿宴，所以才出言制止。抱歉，李老，我一时见其欣喜，失态了。夏兄弟，你这定海神针乃是惊世奇物，不急着现在出手。若是交给拍卖行做宣传，怕是会拍出数十亿天价。数十亿，全凭李老安排。李老，你是真疼这小子啊！我本来想趁乱捡漏，现在看来是没机会喽。哈哈哈哈！李老不会是看上夏兄弟了，想让他做你孙女婿吧？潘老，你说什么呢？他们年轻人的事儿自己安排。星辰和夏冬要是愿意，老夫自然愿意成全。爷爷，
周少，咱们的赌约你没忘吧？夏冬，你别得寸进尺，让我周家长子喊你爷爷，你受得起吗？周世昌，一个唾沫一个钉，你要是当着这么多人承认你刚刚是胡言乱语，这声爷爷你就不用叫。没错，大家刚刚可都听见了。周世昌，你要是耍赖不叫，这口气我李家一定要替夏冬出了。好，你们行。爷爷，哎，乖孙子，都干嘛呢？这拍卖会只有一件拍品吗？赶紧的，浪费时间。下一件拍品，明正德青花炉。这件明正德青花炉由明代瓷器大师林子欣精心烧制而成，距今已经500余年，起拍价300万，每次加价不少于20万，请出价。这瓷器要真是林子信的手笔，那这300万可是物超所值啊！350万，我要了。要真是李子欣的手笔，那确实不贵。可惜前世这炉子被验明是一件赝品，真正值钱的是藏在里面的东西。400万，我要了。500万。周少也对这正德青花炉感兴趣。李子信可是明朝瓷器大家，他的瓷器传世的本就不多，这炉子将来至少价值1000万，我当然感兴趣。周少，这瓷器这么值钱，你偷偷拍下不就行了？现在说出去，那夏冬肯定拼了命的跟你抢啊！放心，我就是要让他抢。这炉子是我送拍的，我找人鉴定过，乍看确实是李子信的手笔，可惜只是个高仿货。这次我要让夏冬赔个光。周少真是有勇有谋，夏冬那个土鳖拿什么和你争？早就听闻周少对古玩颇有研究，既然他都说这炉子值钱，那必然不会有错。550万，600万，600万。这明朝的瓷器流传下来的不在少数，这炉子要真是李子信的手笔还好，可若是有心人一目昏珠，怕是要血亏呀。夏小友，慎拍呀！潘老放心，我有分寸。700万，我要了。700万，就想要李子信的青花炉？你做梦呢！800万，900万，1000万，1000万，一个炉子你出1000万？周世昌，你疯了！星辰，你别管我出多少，夏冬想要的东西，我就要抢。1000万对我来说就是9牛1毛的毛巾尖，但对这土鳖来说就是过半身价，他拿什么跟我争？1100万，1500万。夏兄弟，这周世昌就是明摆着要跟你抬价，就算这是李子欣的真品，价值也不过1000万，还是算了。就是夏冬，潘老可是古玩界的泰斗，他都这么说了，就算了吧。这样抬下去不是办法，我就不相信周世昌也知道这炉子的内里玄机。夏冬，就凭你还想跟我争？买不起就滚回家种地去，别在这丢人现眼。既然周少这么说了，那这炉子我就不要了，就让给周少又如何？你真不要了？周少既然如此喜欢这炉子，我就算让给你又有何妨？1500万，这炉子确实值这价，是吧，周少？周少，这小子被吓破胆了，你赢了。赢个屁！1500万拍个假炉子，我亏大发了。 1500万，还有更高的价格吗？没有的话，我们就等等，1520万。周少，这炉子我确实喜欢，不过囊中羞下，这是最后的价格。你要是还想要，我只能割爱了。不抢，我不抢！夏冬，恭喜你1520万拍了个赝品。赝品？你说这明正德青花炉是赝品？没错，这青花炉我之前收藏过，我就是故意抬价坑这个土鳖而已。这炉子是明代的不假，不过只是仿的李子信的手笔，虽然精致，但假货就是假货，1000多万，10万就顶钉了。1520万，成交！土鳖就是土鳖，自以为捡个大漏，没想到亏得裤衩都掉了。夏小友不必介怀，古玩这行当难免打眼，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多谢潘老，不过这打眼却也未必。还未必，周少都说了，这东西他收藏过，要是真品还轮得到你捡漏？夏冬，你终究是井底的蛤蟆，不知道天高。你们就这么确定我这1500万花的不值？夏冬，别嘴硬了，有错就要认。你亏了1500万，大家说说你怎么了？说了你才能长记性，我们都是为你好。为我好？不过落井下石，看人笑柄罢了。你们肉眼反反，可不代表我目不识珠。给我拿把电锯来。
夏冬，你要电锯干嘛？干嘛？怕是丢不起这脸，要自刎归天吧？不过这电锯可有点疼，夏冬，你受得了吗？夏小友莫要冲动，这毕竟是明代的宝贝，价值不菲呀。潘老，他这是恼羞成怒了，死要面子活受罪，想要锯了这炉子找回点脸面。夏冬，你锯啊！你敢锯，我就敬你是条汉子。周世昌，你可别吓哭了。不对，这炉子里好像有东西。夏冬，你做什么妖？哪来的哭声？天雨粟，鬼夜哭，这是古时仓颉造字才有的意象啊！难道说人文始祖，仓颉造字，甲骨龟文，甲骨民，竟然是仓颉造字用的甲骨，我出5000万，我要了！明珠蒙尘呐，这仓颉造字用的甲骨，竟被用来做这假瓷器的内里，简直是暴殄天物啊！甲骨丸？怎么可能？那是传说中的东西，怎么可能在一个假炉子里？判骨官文，这龟甲干裂，封浆明显，确实是流传1000年的宝贝。加上这天宇死，鬼夜哭的意象，这定是仓颉造字用的真品无疑啊！潘老都这么说了，这甲骨金定是真品啊！我出8000万。8000万？一块破骨头你们出8000万，都疯了吧？闭嘴！戏子就是戏子，上不了台面。这甲骨金乃是龙国文化源头，可是国宝级的物件，我出1个亿。1个亿？我把1个亿的宝贝当赝品给卖了。哼，周少挥金如土，区1个亿的宝贝又算得了什么？哼，就是区1个亿而已。这甲骨龟文可是有市无价的宝贝，1个亿的价格可是偏低了。1亿5千万，我要了。1亿5千万，潘老言之有理。既然有市无价，那我出2个亿。这甲骨龟文，我势在必得。诸位给我个面子，今日是我的寿宴，这甲骨龟文我也喜欢的紧。不过如此瑰宝，还是上交龙国文物局最为合适啊。3个亿，诸位莫要争了。李老大义，如此爱国之举，又岂能让李老破费？我出5个亿，这甲骨龟文到手以后，定然转交龙国文物局。这倒是这甲骨龟文最好的去处了，我便不争了。5个亿，整整5个亿呀！我就这么丢了。5个亿的价格，夏兄弟可否满意？王会长如此舍己为公，夏冬佩服。这甲骨龟文便交于您处置了。诸位请先入座，我们有请下一件拍品。下一件拍品，南朝龙头摆件。最后一件宝贝，终于来了，竟然是南朝得的龙头，这可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啊！潘老，一个龙头摆件稀奇什么？我家连整条龙都有呢。您要是喜欢，我都送您。这龙头摆件在龙国的大部分朝代都不稀奇，可唯独这南朝是个例外。潘老，难道这南朝的龙头有说法？没错，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南朝时期崇佛之气高正，大部分雕塑作品都以佛像为主，而作为龙国图腾的龙却被忽视，故而以龙为主作品少之又少。潘老说的没错，这尊龙头摆件也是我们好不容易才寻得的，乃是南朝的雕塑大家司马达的杰作，雕工无可挑剔。等等，你这龙不对劲儿啊！吴仙，你怎么回事？开始学夏冬那个土狗，一惊一乍的。不是，周少，您自己看，这龙头怎么没有眼睛啊？各位，我正要说，这龙头虽然做工精美，巧夺天工，可不知为何这有眼却并未上色，可也算一种残缺之美。狗屁残缺之美，画龙点睛，画马扬鬃，这龙眼无色就没了精气神儿。我看你们拍卖行是不想干了，用这个有眼无粗的东西羞辱谁呢？周少息怒，这雕龙毕竟是南朝时期的作品，传世极少，说不定有人喜欢呢。我们也是经过李老同意才决定拍卖的，并无羞辱的意思。不错，这龙头除了这眼之外，细节做工均属顶级，老夫也是不忍明珠蒙尘，各位斟酌起拍就是了。好，看在李老的面子上，我就不跟你们计较了。我倒是要看看谁会要这个有眼无珠的龙头。南朝龙头摆件起拍价800万，每次加价不少于50万。这南朝的龙头若是完整的，拍出1000万天价也不是问题。可现在缺了这最为传神的龙眼，800万难。800万我都能拍个完整的龙头了，谁会要你这残缺的玩意儿？
赶紧流拍吧！800万，有人要参与竞拍吗？没有的话，本件拍品将做流拍处理。夏冬，你不是慧眼识珠吗？这龙头说不定是件宝贝呢，赶紧拍下来啊！叶晴，你不觉得这龙头和周少更配吗？夏冬，你什么意思？你不觉得这龙头和你一样，有眼无珠，不识宝贝吗？夏冬，没想到你还这么幽默。周少，你把5个亿的甲骨文当赝品给卖了，确实够了，区5个亿，对本少来说不值一壶。夏冬，你再敢侮辱我，我嘴给你撕了！最后一次，800万！行了，连夏冬那个土狗都不愿意要，谁会要？那么，等等，800万，我要了。哈哈哈哈哈！笑死我了，夏冬，你自己都说了这玩意儿有眼无珠，还要拍，真是人傻钱多。夏冬，潘老都说了这800万不值，你为什么要出价呢？难道这雕龙里面也有东西？是不是宝贝？一会儿就知道了。我这次来也没给李老带寿礼，这龙头就当做给李老祝寿。夏冬，你还真是没脑子，送李老个没画眼睛的雕龙，是说李老有眼无珠吗？李老，这小子敢侮辱你，我看就该把他赶出去。爷爷，夏冬肯定没有这个意思。我明白，夏小友有心了，可这龙头作为寿礼就算了。夏冬，下次想巴结人，长长脑子。我看你这800万也就打个水漂，还愣着干嘛呢？夏冬帮你们接手了这个有眼无珠的龙头，还不赶紧落锤？800万，恭喜夏冬先生拍得这件南朝龙头摆件。夏冬，现在你能说这龙头有什么秘密了吧？我可不相信你真想拍个没有眼睛的雕龙送给我爷爷。我的确是拍下来给李老做寿礼，不过送的确实不是这个龙头。夏冬，你什么意思？又在装神弄鬼？难道这龙头里又藏有宝贝，能被你砸出来不成？连小丸，你还真聪明，不过这次可不能砸。不能砸？夏小友到底是什么意思？潘老博观古今，这南朝有一位大家，他画龙从来不点睛，潘老可知道是谁？夏小友说的莫不是画家4主之一的南朝画圣张生彦？没错，就是南朝画圣张僧琚。漫推史籍有载，二龙未点眼者皆在，这便是成语画龙抵睛的由来。夏冬，画龙点睛我们都知道，可这和你这破雕龙有什么联系？你总不能说这龙是张氏塑雕的吧？司马达与张僧繇同为南朝大家，这雕龙若是二者合作而出，也不是不可能。得了吧，夏冬，就算你说出个花来，这雕龙无眼就是不值钱。凭你讲个故事就想让这雕龙升值，你做梦呢！口说我凭，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笔来，墨来。你还想效仿前人画龙点睛不成？你以为你是张生宝吗？夏冬，就你还想画龙点睛？怕不是画蛇添足？你这一笔上去，这龙头一文不值。不破不立，纵使一文不值，也不能被人嘲笑1000年有眼无珠。夏冬，别说我看不起你，今天这有眼无珠的龙头要是能变成宝贝，值多少钱，我双倍给你。好，你可别后悔。神迹，神迹呀！画龙点睛，这龙真的活了！夏冬真的有画龙点睛的才能。怎么回事？刚刚我明明看见了一条龙飞过来。我也看到了，还飞了几圈，可这怎么什么都没了？夏冬，怎么回事？龙头去哪儿了？周世昌，你笑什么？星辰，这夏冬太逗了，画龙点睛牛，可这龙点了睛可就飞走了啊！夏冬，你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就算你证明了那是真龙，又能怎么样？对啊，这龙飞走了，就什么都没了。夏冬，你是花800万请大家看了场真龙出世啊！谢谢你。夏冬，800万而已，这真龙出世1000年难得一见，值了。李总，潘老，这真龙是飞走了，可未必什么都没留下。夏冬，你什么意思？这难道是传说的龙珠？龙珠？怎么回事？这龙珠为何只是远观我就有全身轻盈的感觉？1000年龙珠，蕴日月之精华，夺天地之造化，佩戴于身，可延年益寿，百病不生，乃是世间奇物啊！没错，
这就是世间至宝——千年龙珠。延年益寿，百病不生，这千年龙珠竟然如此神奇！千年龙珠夺天地造化，怎么可能？真龙降世，千年龙珠，夏兄弟，我愿意出5000万收了这千年龙珠。千年龙珠延年益寿，5000万，你也好意思拿出手？8000万，8000万，王会长也太小气了吧！1个亿，1个亿，这龙珠有如此功效，值得起这个价。1个亿，这我得唱多少歌啊？你也配合这龙珠相提并论？我愿意出5个亿。5个亿，星辰，你疯了！5个亿确实不少，不过这龙珠我不卖。夏小友，这龙珠千年难遇，有市无价，你确实可以随便开价。不过这5个亿已经差不多了。星辰，看见了吧？有些人就是见钱眼开，哪还会跟你谈情面？夏冬，如果是价格不合理，我可以加钱。这个龙珠对我很重要，所以……李总，我说了，这是我拍下送给李老的寿礼，怎么会再卖呢？这……夏冬，那可是5个亿的宝贝，你确定1分不要？男儿立于天地之间，岂能言而无信？吴谦，别用金钱去衡量我的为人，你不配。夏冬，这龙珠太珍贵了。李老，薄礼一份，不成敬意，您可不能推辞。夏小友如此有心，我倒是不好拒绝，这龙珠我就收下了。星城，你可要替我好好谢谢夏小友。夏小兄弟，这礼物李老也收了，你这手也该松开了吧？等等，我不同意。夏冬，我向你认错好不好？以前是我不对，你不要再用这种方式来刺激我了。这可是5个亿的龙珠，你只要送给我，我就愿意嫁给你。嫁给我？林小婉，我之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我看见你只会觉得恶心。夏冬，你怎么说话呢？小婉都给你道歉了，你还在这斤斤计较，真不像个男人。夏冬，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们重新来过好吗？爱你，在我面前，你不配提这个字。夏冬，你当初不过是跪了99天而已，你走以后，小婉可是一夜都没睡好，你知道吗？你应该给小婉道歉。跪了99天，这么痴情的男人被你亲手推走了，你后悔了吗？林小婉，后悔？李星辰，你以为你真的了解男人吗？太轻易得到的，他们永远不会珍惜。我只是给了他一些小小的考验而已，我有错吗？我相信夏冬的人品，我也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夏冬，拍卖会差不多结束了，不如我们去聊聊公司的事儿。可以，不过有些账咱们还是先清了吧。周少，这5个亿的宝贝，双倍是多少？您清楚吧？5个亿，双倍那就是10个亿啊！周少，你刚刚说要给夏冬，要是能开出宝贝，双倍给他。闭嘴！我知道，周少是江城年轻一代的翘楚，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想必区区10个亿也是信手牵来。夏冬，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咱们以后见面的机会多着呢，事儿别做得太绝。周少，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要是你愿意当放屁，那我就当没听见。只要您亲口承认，周少，你说话是放屁吗？你，周少，你说话是放屁吗？闭嘴！不就10个亿？夏冬，你等着，我回去就让人打到你账户上，就怕你有命拿，没命花。走，快走！几句话就让一个男人给你10个亿，夏冬，你还真厉害。以德报怨，何以报德？这些都是周世昌自找的，怨不得别人。不过周家在江城还是有些势力的。
你还是要小心为上。我明白，不过我的目标可不只是江城，周世昌终将成为我们崛起的垫脚石。没想到夏冬的志向这么大，凭借他的能力，也是我们李家重新崛起的机会。李总，别发呆了，咱们好好聊聊去。好。李老、潘老，咱们下次见。呵呵，夏小友，后会有期。夏冬，以你的才华和现在的资本，完全可以自己成立公司。你确定要我也参与吗？我一个人终究力量有限，我相信李总的才华，只要我们合作，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好吧，不过以后就不要称呼我李总了，毕竟这公司你才是老板，是吧，夏总裁？不过这几个公司还需要赶紧联系一下，或许会有惊喜。阿里嘎嘎、万度、企鹅，夏冬，你从哪儿找了这么多小微企业的信息啊？他们真的值得投资吗？放心，虽然他们现在只是小微企业，但是未来几年可是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必须提前布局。互联网经济，夏冬，这是什么意思？互联网经济，就是李总、夏总，千科益达、绿快园的几家负责人都过来了，现在在会议室。好，我们这就过去。夏冬，这几家房地产公司现在都快破产了，你联系他们干什么？富贵险中求。再说，房子可是不动产，想倒闭怕是没那么容易。走吧，我们去看看这几位大佬。李总，我是益达的王建木，不知道李总这次让我们几个过来有什么事儿吗？是啊，李总，难道是要投资我们？大家先坐，这次并不是我要找大家，而是这位夏冬先生。李总，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益达虽然没有李家家大业大，可也是现在房地产的龙头，不是什么人想见就见的。就是，李总，我们是看在李家的面子上才来的。这位夏冬先生是何方神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夏冬现在是夏兴集团的董事长，夏兴集团夏冬先生占股51%，我们李家占股49%，也就是说，在夏兴集团，夏冬是我的老板，大家清楚了吗？李总的老板，我看夏先生年龄不大，看来有很深的后台了。我只是个运气好的普通人罢了。这次让大家来是想要一起赚钱的，如果有人对我有看法，尽可以随时离开。你一个毛头小子，能带我们赚什么钱？开玩笑！王总，益达现在已经山穷水尽了吧？南城的项目没拿下来，银行的贷款也被拒了，怕是离破产不远了吧？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的？你别管，我只是告诉你，夏兴可以帮你度过这次难关。房地产的寒冬马上就要过去，现在正是我入局的最佳时间。如果夏先生能帮我们益达度过难关，我王建木定当厚报。实不相瞒，我们夏兴对房地产项目非常感兴趣。诸位都是江城房地产的龙头，这次叫大家来，就是为了一起商讨房地产的未来发展。不好意思啊，李总，来晚了。你是？我是大恒地产的总裁许印。许印，上辈子坑了无数老百姓血汗钱的许印，没想到他也会来。许印，李总邀请还敢迟到，你胆子挺大呀。路上塞车。你坐的是什么车？啊，我坐的马直达。马直达，我们坐的都是本驰，都是劳斯莱斯，你坐马直达，活该你迟到。王总，我的钱都用到公司建设了，我开马直达怎么了？得了吧，徐总，听说你弄了个歌舞团，一年几千万的花销呢，跟谁哭穷呢？你好了，大家都是地产大亨，徐总既然来了，就入座吧。大家一起讨论下未来的发展策略。你谁呀？李总在这有你说话的份吗？闭嘴！夏先生是夏兴集团的董事长，这次是要投资我们房地产行业，共度难关的。敢得罪他，你的大恒地产也不用要了。原来是夏总，小云有眼不识泰山，您千万别和计较。我有个歌舞团，里面个个都是顶级的美女，您要是有空……徐野，你要开会就坐下，不开会就走，再敢乱说话，我找人把你丢出去！好，各位老板，现在是房地产行业的寒冬，各自为战不是出路。
抱团取暖才是求生之道。夏总说得好啊，抱团取暖才是求生之道。不知道这抱团是怎么个抱法？王总问得好，夏兴集团准备出资收购一些低级的房地产企业，让江城的房地产规划只有一个声音，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夏总说的有道理，可是这低级房地产企业是指？王总放心，我并不是说你们千科是低级地产企业，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低级房地产企业。夏东，你欺人太甚！我千科怎么说也有5个亿的市值，在整个龙国也是排上号的，在你嘴里就是低级房地产企业。夏总，我们益达也是行业龙头，不知道夏总要出资多少才能收购我这低级地产企业啊？1个亿，100个亿，100个亿。夏先生，你说多少？我说100个亿，希望入股各位，收购各位的公司。100个亿，夏先生，您没有开玩笑？整个龙国能拿出来这么多钱投资，能有几人？您的资金来源？大家不用担心，夏东有滚石娱乐公司20%的股份，市值200个亿，100亿对他来说完全拿得出来。怪不得娱乐行业和我们房地产简直就是2个极端。滚蝶这几年发展的如日中天，市值过1000亿，我们却连基本的生存都难。原来夏总在滚蝶也是高层，我们的企业在您眼里确实再低级不过了。您能来投资我们房地产，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啊！对，夏总简直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夏总，不知道确认合作以后，我们几人……大家放心，确认入股后，各位依然是公司的骨干，只是需要听从夏兴的统一安排而已。那可太好了，夏总，关于我们的收入分成，芥末老哥也在房地产打拼多年了，不如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小目标？比如赚他10个亿。10个亿，小目标。夏总果然是干大事的人，这对我来说可是做梦都不敢想啊！原来庄父的感觉这么好，怪不得上一世芥末老哥能说出来小目标这种话。夏东，我还是觉得你要慎重一些。房地产现在看起来没有任何发展前景，就算你投进去100亿，回本怕也是很难的。李总，夏总愿意给我们投资是他的事儿，您别不帮忙还拆台啊！我只是理性的提醒而已。徐总这么着急，不会是想拿了投资之后立马跑路吧？不会，我许印是那种人吗？星辰，我知道你的担心，详细原因我会给你解释的。好，我相信你。夏总，我有个赚钱的办法，之前大恒体量小，没办法实现。如果夏兴集团愿意投资，那么一定可以赚钱。哦，许总有什么高招？许总，以后大家都是一家公司的同事，不必藏着掖着。行，那我就说了，夏总，现在老百姓不买房，不就是手里没钱吗？没钱咱们可以让他们有啊。徐野，你这不废话吗？让老百姓有钱怎么有？你一人发1个亿吗？咱们不用发，让他们去银行借啊。借？没错，咱们和银行合作，用房子做抵押，老百姓直接去银行贷款买房。贷款买房？徐印果然一开始就是个披着羊皮的狼。贷款买房？没错，在西方这叫超前消费，咱们师夷长技，在炒作期房概念，绝对赚得盆满钵满。许印，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买房的老百姓可能会背上一辈子的债务？李总，慈不掌兵，义不经商。大恒之前没和银行合作，是因为体量太小，银行看不上。如果夏兴集团投资100亿，那银行一定会同意的。许印，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炒作期房概念，一旦房子出现问题，不仅老百姓一辈子的血汗钱都打了水漂，银行也会倒逼公司还钱。夏总，时代不一样了，现在欠钱的是爷爷。如果我们跟银行贷款也100亿，那银行要求着我们还钱，绝对不敢让我们倒闭。许印，盖房子是为了让大家住得暖穿得好，你这样临泽而渔，不就是坑老百姓吗？李总，义不经商，够了。许印，我夏东是农民的儿子，李总的爷爷李老更是为了老百姓的幸福火烧戏楼。像你这种只想着坑老百姓的资本家，我只有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为谋。来人，把徐总扔出去。夏总，你听我说，这样绝能赚钱。大家听着，我们要赚钱，但不能昧了良心。夏总说的对，我们是龙国的商人，绝不能像许印那种东西一样，为了赚钱丢了良心。今天的会议就先这样吧，稍后我会安排人和各位商谈收购事宜。夏东，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坚决的入股房地产呢？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确实很不好。星辰，龙国现在政通人和，人口必然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而且各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并不一样。如果人口集中到大城市中来，你觉得房子还够住吗？
没错，这就是房地产发展的良机。现在正是千科亿达绿云园市值最低的时候，如果不现在收购，过几年怕是难了。而且就像许印说的，商人逐利，如果真让他们这种人把持了房地产行业，龙国的老百姓可就惨了。夏冬，原来你做了这么多，都是为了龙国的老百姓。没错，谁赚钱都不容易，又怎么能让龙国的老百姓背上一辈子的房贷呢？上一世有多少人因为房子妻离子散，这辈子我要救的不只是我的人生。夏总、李总，这是千科亿达绿家园的收购合同，已经签署完成了。很好，辛苦了。王建木、王磊都是可造之才，只要不被不良风气引导走弯路，还是有大用的。夏冬，你的初心是好的，房地产毕竟需要长期资金线，而且你投资的阿里嘎嘎、万度和企鹅目前都没有盈利的倾向。如果我们没有大量的资金支持，只怕公司很快就会面临危机。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啊！你这么一说，我们确实要准备一下。星辰，你说现在做什么来钱最快？夏冬，你可不能做违法的事儿啊！你想什么呢？我说的是股票。股票确实一本万利，可是风险太大了，一不小心就会倾家荡产。我们公司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暂时还是不要涉及吧。星辰，放心吧，有我在，稳赚。股市对别人来说确实是无尽深渊，可对我来说就是如鱼得水。夏冬，股票真的风险非常高，你确定要把全部资金都投进去吗？星辰，放心吧，这次我有把握。小伙子，年纪不大，口气不小啊。刘伯伯，星辰，这就是你爷爷一直跟我夸的夏冬吗？刘行长您好，我就是夏冬。小伙子，年纪轻轻有才华是好事，可是不能恃才傲物。这股票与古玩鉴宝不同，除了要有眼力，还要有当机立断的魄力。老夫做股票大半辈子，也不敢自称有把握。你可别把股票想得太简单了啊！晚辈受教了。不错，知错能改，可成大才。来吧，这里是我们银行专门划分出来的贵宾股票交易纳谢厅，银行操盘手现场实时跟进。夏兄弟第一次来，先熟悉下流程。我说今天这交易楼厅怎么一股子土狗味儿？原来是夏冬来了啊！夏冬赚了那么多钱，这么快就赔光了？想来股市回本吗？周世昌、林小面，你们还真是阴魂不散，我怎么去哪儿你们都跟着。谁跟着你了？你配吗？周少今天是带我来炒股的。夏冬，我说过低头不见抬头见，今天我就让你个图沟看看真正的江城上流是怎么赚钱的。周少就这么自信自己能赚钱？夏冬，周少人称江城小股神，玩股票从来没有失手的记录。听说这次又得了内部消息，看来周少今天又要发财了啊！借刘行长吉言，这次给您的佣金不会少。江城小股神，他要是股神，那我夏冬岂不成了股神的爷爷？夏冬，你别太过分！我看在刘行长的面子上，不愿意跟你计较，你还蹬鼻子上脸了？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赌一把？周少，你想怎么赌？这次咱们比谁赚得多，一人5亿的本金，看谁买的股票一天赚得多，输的就学狗汪汪叫，怎么样？怎么叫？汪汪汪啊！学狗叫，你耳朵聋了吗？啊！好嘞，周少学的真像。夏冬，你敢玩我？我可没有啊，是周少自己非要叫的。行了，少废话，赌不赌？夏冬，周少江城小股神的名号可不是浪过虚名，跟他赌股票，你必输无疑，还是算了吧。刘行长，您的一番好意，夏冬心领了。可是有些人眼高于手，自以为是，还是需要好好教训一下。周少，你这赌约我接了。眼高于手，自以为是。夏冬，你说的是你自己吧？看好了，这次我和周少一定要把你的脸皮踩在脚底下，让你一辈子抬不起头。年轻气盛，夏冬，你这次要是输了，丢的不只是你自己的脸，还有李家的面子。当众学狗叫，你让李老以后在江城还抬得起头吗？刘行长，您先别着急，输时还未必呢。麻烦把我卡里的钱都买龙湖科技。他说他要买龙湖科技，这种垃圾股都有人要。夏冬，别说我没劝你，龙湖科技这种快退市的破股票你都敢买，我看你是有钱没处花，打水漂玩呢吧？快退市了，那更要抓紧买啊！
再不买可就买不着了。夏冬，周少说的没错，这龙虎科技是高新技术概念股，上市以后一路走低。夏冬，刘行长都这么说了，要不然你再考虑考虑。考虑什么啊？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难不成你让夏冬把自己说的话当放屁吗？小婉说得好，夏冬，你要是承认自己说的话是放屁，我就放你一马，怎么样？夏冬，你再仔细想想吧。不用想了，全买龙湖科技。刘行长，良言难劝该死的鬼，这夏冬铁了心的给别人送钱，你就圆了他的愿吧。唉，到底还是年轻，算了，自己吃的亏才能长记性。把这张卡里的钱都买云龙湖科技。夏冬，你这卡里得有几千万吧？这次怕是要全亏进去了。刘行长不用替他担心，他本来就是个农村出来的穷鬼，就算穷回去又能怎么样呢？不过是被打回原形罢了。行长，这张黑卡需要您亲自操作下。怎么回事？培养你这么久了，连基本的流程都不会吗？行长，涉及的资金太多，我没有操作权限。资金过多。夏冬，你准备买多少龙湖科技？不多，5个亿。5个亿，5个亿！夏冬，你可想好了，买龙虎科技是体定的赔本买卖，你是拿着5个亿去打水漂。夏冬，你真是笑死我了！你不会是准备用这5个亿买的龙虎科技来跟我对赌吧？没错，5个亿，全买龙虎科技。周少，你就这么自信你能赢我？夏冬，看好了，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玩股票，什么叫跳火坑。5个亿，全买南非矿钻。南非矿钻已经领涨1周了，表现强健。周少现在选择入场，难道是听说了什么内部消息？我出50万，全买南非矿钻。我60万，全买南非矿钻。周少可是江城小股神，一定是得到了内幕消息，才敢下这么大的手笔入局的。周少，5个亿的南非矿钻已经为您操作成功。夏冬，你确定5个亿买龙湖科技？刘行长，麻烦帮我操作吧。夏冬，我以为你道行有多深，没想到真是王八上吊嫌命长啊！实话告诉你，我得到消息，南非矿钻今天有大新闻要公布。根据前期走势来看，绝对是大利好。龙江新区官方新闻：重大新闻，西伯利亚地区发现大型钻石矿坑，国际钻石价格暴跌。同时，纳米技术出现新突破，龙湖科技停止了为期2月的下跌趋势，强势涨停，股市呈现2极分化。多少人因为这一消息倾家荡产，站在了高楼之上一跃而下。这股市真是杀人不见血的利刃。夏冬，你脑子坏掉了吧？周少都跟你说了，有内部消息，你还要加大赌注，你是想给周少送钱吧？周世昌，听说你家也搞房地产，我要的不多。今天如果你能赢，我在夏兴集团的股份全部给你。要是我赢，你们周家在城东的那块地给我，你敢吗？周少，这夏冬疯了。听说夏兴刚刚收购了千科益达和绿家园，绝对是房地产现在的龙头。他敢拿全部的股份和您赌，这简直就是要把夏兴直接送给你啊！不对劲儿，夏冬这小子妖着呢，难道他也得到了内部消息？龙河科技今天会大涨？周少，龙湖科技一只半死不活的快退市的股票，您怕它干嘛？再说你买的南非矿钻铁定要涨，肯定能碾压它。之前在夏冬面前丢的面子都能找回来，他赚的钱都是给你做嫁衣。周少，怎么样？你敢加码吗？周少，一块地皮对周家来说不过是鸡肋，但夏兴可是夏冬的命根子，这么好的机会咱们可要抓住。赌？不就是点股份吗？你还能翻了天不成？我和你赌，我就不相信你这土狗和这垃圾股还能翻了天。夏冬，你是不是有内部消息？龙湖科技今天会大涨。李总，怎么不劝我了？就不怕一会儿我输了？哼，我可没见你在周世康面前输过。再说了，我也不相信你会这么轻易的就把辛苦创建的公司送出去。李总说的没错，龙湖科技今天一定会大涨，而且吞下了周家的房地产产业，我们以后才能在江城的地产行业说一不二。今天周世昌既然送上门来了，我就要让他掉一块肉。刘叔，麻烦你把我在证券上的剩余资金也都买成龙湖科技。星辰，你怎么也跟着胡闹？夏冬不懂股票就算了，你们李家那么多分析师，你还不懂吗？刘叔，你说过买股票有时候需要的不只是眼力，还要有当机立断的魄力。我相信夏冬的选择，帮我操作吧。行，
你们年轻人玩的花，我帮你操作。好，好了，李家剩下的5000万资金都买了龙湖科技，涨了，涨了！南非矿钻又涨了。周少不愧是江城小股神啊！今天我要跟着发财了。夏冬，这没事，让大盘再飞一会儿。走，我们过去做。夏冬，你还敢坐过来？周少这一会儿就赚了几千万，你那龙湖科技连个影子都看不见呢。赶快准备转让合同，给周少认输吧。夏冬，多谢你逼我一把，要不然我可不敢买5个亿的股票啊，也赚不了这么多。放心，我接收夏星以后，给你留个保洁的位置，让你成天和垃圾待在一块儿。周寿叔别得意，好戏才刚开始。你谁呀？还敢质疑周少？我们这么一会儿就跟周少挣了几万块，顶上我几年的工资了。大姐，股票一步天堂一步地狱，已经赚了几万块，就赶紧收手吧。一会儿万一跌了，你这钱可就打水漂了。呸呸呸！哪来的乌鸦嘴？我这一辈子的积蓄都在股市里了。今天碰见周少带我们发财，你还敢咒我们？再敢多嘴，我把你打出去！夏冬，算了，他们被钱遮了眼，只想着赚更多，哪还会那么轻易的收手啊？夏冬，你还有空担心别人，先想想自己吧。公司就要没了，还赔了5个亿，你马上就要倾家荡产。周少，如果我是你，现在就会立马抛掉你那5个亿的南非矿钻，要不一会儿哭都来不及。夏冬，你是在威胁周少吗？你这副无能的样子真是可笑。你是怕周少一会儿赚的太多，吓死你。一会儿矿钻重大消息一出，我的股本立马会翻几倍。让我现在抛掉，除非我脑子有胖。怎么回事？南非矿钻开始跌了。怎么回事？周少，南非矿钻要跌停了。我的60万，那是我儿子娶媳妇儿的钱啊！周少，你不是有内部消息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南非矿钻领涨了1周，怎么可能突然暴跌？刘天养，你们交易大厅怎么回事？这显示器坏了！周少息怒，这显示器没坏，刚刚钻石股爆出了大新闻。大新闻不是大利好吗？怎么会跌停？你敢联合夏晚搞我？信不信我让你在江城消失？周少，不是利好，是利空。西伯利亚宣布发现了大型钻石坑，储量1万亿克拉，足够开采300年。国际钻石价格暴跌，1万克拉，3000年。抛，赶紧抛，把我的南非矿钻全抛了，不管亏多少都抛了。抛，我的也要抛，我也抛，快抛了。周少，您手里的南非矿钻太多了，根本没人接手啊！不可能，我自己来，我不相信。周少，你快看！看个毛！老子要赔的裤衩都快赔没了。不是，周少，你快看，龙湖科技领涨了。怎么可能？龙湖科技怎么可能会涨？夏冬，你就是个土狗，怎么可能会懂炒股？骗子！这一定是你做的局，是你在骗我。周少，饭能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南非矿钻可是你自己选的优质股，跟我可没关系。周少，我可是听你的，把我儿子娶媳妇的钱都投进去了，你可不能不管我呀。就是周世昌，我们是听了你的话才把钱都投进去的，现在赔光了，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就是给我们个说法。闭嘴！你们这群白眼狼，刚刚赚钱到一口一个股神叫着，现在赔钱了就翻脸不认人。周少消消气，人家赔的毕竟是一辈子的积蓄，还不能让人家说几句了。夏冬，你明知道南非矿钻会暴跌，还让大家跟着周少买，退一万步讲，你就没有错吗？林小婉，收起你那可笑的手段吧。我刚刚可是说过，让你们赶紧抛。你们什么态度不用我多说了吧？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知道的内部消息公布出来？你明知道要跌，你为什么不拦着我们买？那可是我们一辈子的积蓄。就是，分明是你想坑周少，结果把我们也带上了。你要给我们一个解释。对，我们要的不多，你把我们的本钱还我们。我是好脸给多了，惯出来的都是毛病。我对你们好言相劝，你们来找我要钱。周世昌给你们量下拳头，你们吓得屁都不敢放。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我们怕周少，还能怕了你不成？我就不相信你还敢打我们！就是，坑了我们的钱，还想把自己摘出去，不可能！刘叔，夏冬和我也算是你们交易所的贵宾吧？你就这么任由他们闹事吗？好了，谁再胡闹，我让保安把他赶出去！星辰，对不起，
我也是被夏冬的才华震惊了。谁会想到领涨1周的南非矿钻今天会暴跌？这龙河科技能直接暴涨啊！夏冬对股票的理解简直太神了，就像未卜先知一样。刘行长谬赞了，夏冬只是运气好而已。夏兄弟真是客气啊！我要是有你这运气，早就飘上天了。夏兄弟还能如此镇定，绝对不是一般人。运气好，运气好，你就能买到100年一遇的大牛股？我不相信。夏冬，你到底搞的什么鬼？竟然能操作股市？操纵股市，周少可太看得起我了。龙国这些年注重科技研发，龙湖科技作为龙国科技的领头羊，怎么可能会是一主要退市的垃圾股？就算今天不爆发，未来也必定会暴涨。我不过是提前听到了一点风声，来碰碰运气而已。碰碰运气，碰运气你就能坑我5个亿？周少，我不是赌我会涨，我是赌你会跌。因为西伯利亚钻石矿的消息，我比你知道的更早。比我知道的更早？难道说你背后还有大人物？周少，不可能！夏冬只是我们村的一个土狗，根本不可能认识什么大人物。哼！闭嘴！都是你非让我加大赌注，你跟夏冬是不是一伙的？周少，周世昌，别乱咬了。林小远这种女人，你扒光了送给我，我都懒得看一眼。夏冬，你……周少，我们的赌注该兑现了吧？赌注？什么赌注？夏冬，我和你赌了吗？空口无凭，你凭什么诬赖我？周少，虽然你卑鄙无耻，还有点下流，但我一直觉得你还算是个敢做敢当的男人。你现在这样，真是可笑。可笑？你们笑吧。夏冬，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对赌了吗？现场这么多人，刚刚都听到了。周世昌，你连周家的脸都不要了吗？他们，你们听到了吗？谁听到了？站出来！没有，我没听到。你呢？没有，我什么都没听到。周少根本没赌。夏冬、李星辰，现场这么多人，你但凡能找出来一个给你作证的，我就认。你能吗？周少，愿赌服输。你身为周家的长子，这般耍赖也太丢脸了。我刘某人愿意为夏冬作证。刘天养，你找死！你这交易大厅的行长，我看你是不用干了。是非曲直自在人心。周少，你能躲得了一时，还能时时刻刻堵在场各位的嘴吗？诸位，今日只要愿意为我夏冬作证，我有办法帮大家弥补南非矿钻带来的损失。夏冬，这么多人，少说要有几千万，你少装活菩萨。你要是真能帮我把钱弄回来，我愿意给你作证。闭嘴！我愿意，我也愿意。好，你们一个个，夏冬愿赌服输，不就是学狗叫跟我周家房地产的股份吗？我周世昌一口唾沫一个坑，给你又能怎么样？周少，其实我特别欣赏你的一句话：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夏冬，你什么意思？当着这么多人学狗叫，周少以后在江城也不用混了。为了周少的面子，这狗叫就免了。夏冬，你到底打的什么算盘？周少，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我夏冬入局房地产，需要的自然是地皮。听说周少下周和江城几大家族搞了个土地流转的饭局，我也想参与。哼，夏冬，你别胡扯！你的夏兴收购了千科、大恒、绿芽园，还缺地皮？你搞笑呢？我要什么，你别管。狗叫饭局，周少还是选一个吧。周少，夏冬一定有阴谋，不能答应他。闭嘴！不答应他，难道你真要本少在这学狗叫吗？好，夏冬，下周的土地流转会你可以参与，城东地皮的转让协议，到时候我一块跟你签。周少，我们赔了这么多，你要给我们个说法呀！说法？你们这个女人，都是这个女人让我跟夏冬赌的，你们找她要说法。周少，滚！要不是你，我能赔这么多吗？以后别让我看到你。还钱！还钱！不关我的事儿，都是夏冬，都是夏冬的错。夏冬，都是你的错。你明知道南非矿钻会暴跌，你还刺周少去买，都是你。你为了让周少抛弃我，为了让我回到你身边，这都是你做的局。现在你满意了？现在
你还想回到我身边吗？现在你满意了？林小婉，你还不明白吗？你的今天都是你的咎由自取。你对周世昌来说是一个随时可以舍弃的玩物而已，对我更是不值一提。到现在你还没明白，你错在哪儿吗？不可能！我这么好看，周少怎么会舍弃我？你怎么能不心疼我？我都这么惨了，夏冬，你帮帮我，帮帮我，就这一次好吗？林宪元，你还记得吗？我说过，早晚有一天会跪下来求我。下跪？夏冬，你敢让我下跪？谁给你的资格让你觉得我会跪下来求你？你可以不跪，可以保留你那可笑的尊严，可因为你的冲动和任性，让这么多人血本无归。难道你不该还账吗？就是还钱，还钱，还钱！不可能！你们怎么忍心这么对我？我这么漂亮，这么优秀，我没有错，我没有错。漂亮，这小妞确实不错。我二叔家的傻侄子还没娶媳妇儿，我看正合适。不行，不行！夏冬，我求求你，求求你帮我一次。林小媛，你终于愿意跪下来了，可惜你还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夏冬，求求你，我知道错了，只要你帮我，我去你家门口跪99天，不，我跪100天给你道歉，我不要嫁给他侄子。你走吧，这一辈子都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好，夏冬，你放心，这辈子我都不会打扰你了。怎么，心疼了？只是觉得有些特别期待的事真的发生了，心里也没那么爽快。或许是因为所处的境界不同了吧。不过我真没想到你这么轻易就放过了周世昌，我对他学狗叫还挺期待的。星辰，听周世昌狗叫不过一时之欢，这土地流转得资源，才能让夏兴更上一层楼啊。那你一开始就是想参与到这个土地流转会去？这土地流转会有什么特别的，让你这么上心？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上一世周世昌就是在这土地流转会上捡到了宝，让周家一飞冲天。这机缘我一定要拿到手。夏先生，我们也帮您作证了，这损失的事儿。刘行长，龙湖科技3天后中午清仓，无论什么价位。无论什么价位？没错。哎，夏先生，我们的损失。夏先生说了，3天以后抛，那不就是说龙湖科技这2天还会继续涨吗？刘行长，把我全部资金都买龙湖科技。我也买，我也买，我也买。周少，昨天我那歌舞团，您还受用吗？不错，非常不错，不愧是许老板精心调教的，各个方面我都很满意啊。那不知道我们大恒和周氏地产合作的事儿？放心，就凭你的歌舞团，我周氏也一定帮你一把。从今天开始，你们大恒就是我周氏地产的一员。哎，多谢周少，以后我许意一定为您马首是瞻，你只动我绝不打戏。行了行了，以后你那歌舞团经常来我家里表演就行了。周少，这时候也不早了，您看着土地流转会，要不就开始吧。好，各位都是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承蒙各位看得起，我周世昌今天做东，请大家来就是互通有无，大家手里的地皮项目相互交流调换。同时，江城发展委的李秘书也带来了几块市政开发用地。既然周少说了互通有无，那我也不客气了。我顾家最近资金紧张，不得已出卖一块南泥汪的一块宝地，诸位尽管出价，只要合适，我当场签合同。南泥王的地，顾少，你说的不会是那块荒了10几年的沼泽地吧？什么荒地？那是我顾家一直没来得及开发，不得已才拿出来卖的。顾少，你家那块破地都流拍几次了，就别在饭桌上再丢人现眼了，没人会要的。谁说没人要？顾少5000万，你那块地我收了。夏冬，你怎么来了？这是周少组的局，你凭什么进来？哟，许老板，您也在啊？您的歌舞团呢？怎么不叫出来给大家伙助助兴？你也配？夏冬，你不仁别怪我不义。我告诉你，我大恒现在已经加入了周家的房地产旗下，你动不了我。
我说狗叫的这么狂，原来是有主人了。不过你这主人都没说话，你急什么？行了，夏冬，我是看在李家的面子上才让你来参加的。在座的都是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轮得到你个土狗说话吗？周少的面子我自然要给，不过要是有狗乱咬人，我不介意打掉它几颗牙。你行了，坐下。夏先生，您刚刚说南泥湾的地，没错，5000万，我收了。不知道顾少愿意吗？夏冬，顾家南泥湾那块地我听说过，基本上就是一片沼泽区，根本没有任何开发价值，你收过来没有任何意义。哎，星辰，你怎么还拆夏冬的台啊？他现在可是夏兴的大老板，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你让夏冬把他说的话当放屁吗？周世昌，我只是在劝夏冬认真考量。星辰，放心吧，我有把握。周少不必用激将法，这南泥湾的地正是我来这儿的目标之一。顾少价格满意的话，我们一会儿就签合同。好，好。夏冬，南泥湾那块地到底有什么值得你拍的？那块地下有稀土。诸位如果没什么其他的土地需要流转，我就代表江城发展委介绍下这次私下招标的几块开发样地。各位可以打开目前的文件夹看一下，有兴趣的可以直接报价竞标。果然在这儿，上一世就是这块开发地被强行摊派到了周家头上，结果没想到发了大财。最新消息，龙国发展委决定在江城建立龙江新区，承接龙国南部经济发展桥头堡的重要作用，对龙国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大家如果没有疑问的话，可以报价了。李秘书，这1号地我们大恒很感兴趣，2个亿，交给我们大恒，绝对给江城建成标杆式的建筑群。许老板打得好算盘，1号地明显就是未来江州市中心的发展方向，区2个亿就想拿下来，怕是太轻松了吧？李秘书，听说这几年江城一直打算扩建，不知道这1号地是不是真的会是江城新的经济中心？如果是，我顾家不顾一切也要拿下来。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就明说了，1号地确实是作为市中心用地考量的，但是龙国相关部门一直没有点头，所以我们才拿出来，希望各位进行先期的规划建设。还真是市中心规划用地，5个亿，我们顾家要了。夏冬，市中心规划用地未来利润不小，我们要不要拿下？1号地确实会是江城的市中心规划用地，可惜鹿角新区的建设让这块地的建设资金始终不到位。上一世接手这块地的地产商换了几家都以倒闭告终，我不能接手这个烂摊子。8个亿，8个亿，大恒愿意出8个亿，8个亿，大恒愿意出8个亿。大恒背后是周家，我要把周家拖到这个泥潭里。夏兴集团15亿，15亿，夏冬有你这么出价的吗？直接翻1倍！你知道房地产开发是什么吗？你就瞎拍！不劳周少费心，我只管拍地，剩下的交给我手下的人去做就好。好，那我就跟你争争，让你看看我周家的实力。20个亿，30个亿，50个亿。夏冬，你可考虑清楚了，我背后有周家，你几斤几两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周家，有你这种人来出头，周家也就这样了。60亿，70亿。夏冬，你就是个土鳖，跟我争，我有钱都能砸死你。夏冬，夏兴的资金怕是还不能和周家抗衡，要不要我从李家调集一些过来？没事，区一个周家，我轻松就能拿捏，不用李家出手。90亿，拿捏我周家？夏冬，你好大的口气！100亿，你和我争啊！夏冬，你继续牛啊！我就不相信你刚收购了千科、益达、绿家园，还有这么多的资金。100亿，已经超出夏兴的资金负荷了。夏冬，冷静啊！100亿，100亿，那我就恭喜周少了。夏冬，还好你没继续跟。虽然市中心发展用地寸土寸金，但是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最起码50年才能回本。我们夏兴根本等不了这么长的回款周期。我明白，我只是想让周世昌多出点钱，将他们和市中心发展绑在一起，要不以后他们还会把攻击的矛头照准我们的。不过可惜了，市中心这块肥肉还是掉到了周世昌嘴里。放心吧，就算是块肉也馊了，周世昌吃不下去。夏冬，你不会又有内部消息吧？如果没有人出价的话，1号地的开发权我就交给周少了。
林秘书，您就放心吧，整个江城也就我们周家能接下这个项目，其他的阿猫阿狗根本没这个实力。大家还对哪块地感兴趣？可以自由报价。李秘书，5号地，我们夏兴集团出3个亿。5号地有什么蹊跷？周少，这5号地在城东，远离市区，根本就是一块荒地啊！哦，哈哈哈哈哈！荒地，夏冬，你脑子抽了？3个亿拍一块荒地，你打的什么算盘？这5号地可是块风水宝地，周少，我要是你，肯定不顾一切也要抢下来。周少，夏冬一定有阴谋，不能拍。夏冬，我明白你要干嘛了。真是宝地，你不自己偷偷拍了，反而来告诉我，怎么可能？我明白了，你是想骗周少和你竞拍，让周少出了高价，你再全身而退。没错，夏冬，你这点小算盘还是省省吧。你们2个真是卧龙凤雏。夏兴集团出3个亿，还有其他人跟拍吗？李秘书，您就赶紧把合同给他嘛！这么一块荒地谁会要啊？这小子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白白损失了3个亿。夏先生为江城建设推省出资出力，我代表江城建设委表示感谢。夏冬，刚刚5000万拍一块沼泽地，现在又3个亿拍一块荒地，我看你们夏兴不要做房地产开发了，直接做废品收购站吧。什么样的破地都直接扔给你们得了。周少，有眼不识金镶玉，这2块地的价值超乎你的想象，将来可别哭鼻子。哭鼻子？夏冬，周少都这么大人了，怎么会哭鼻子呢？别说哭鼻子了，这么一块宝地从眼前溜走，要是我就要跳楼了。夏冬，你别装神弄鬼的，这块地有什么玄机？有本事你现在就说出来。时间也差不多了，周少，你看这5号地和你输给我的周家城东那块地有什么联系吗？这5号地怎么会和我输给夏冬的那块地连成一片？夏冬，难道你早有预谋？你怎么知道今天的流转会一定会有5号地？因为我比你知道的更多，消息应该马上就来了。明白，好，我一定转达到位。李秘书，什么消息？是不是市中心规划用地定了1号地？夏冬，你还能做什么妖？我拍下了1号地，未来30年江城的建设重点都在我们周氏地产，你们夏兴连口汤都喝不到，就等着倒闭吧。周少，先别激动，虽然江城市中心定了是1号地，但是江城建设委刚刚收到最新指示，龙国决定建设龙江新区，统筹整个南方经济群的发展，隶属江省，但是属于龙国直接管辖。龙江新区？没错，江城未来50年的规划都将以庐江新区为重，而新区建设地址规划为5号地及其周边地区。5号地周边地区？周边地区，那不就是原本属于周家的城东荒地？周少，周少，你怎么了？哼！娱乐业、房地产、互联网金融，这一世我夏冬绝不做无能之辈。